打伊朗背后剑指中国，川普的盘算是什么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中东情势啊，这背后当然还是大国博弈，全球一盘棋。那到底呢？川普总统带着以色列下的这手棋背后什么意思啊？好，那么首先呢，先要带您来看到的就是啊，这个川普其实啊，在近年来过去这1年当中啊，可能是觉得拿到诺贝尔和平奖无望，所以呢，毛起来。全世界动武。好，我们带您看到从2026年，这个新的年份哦，最新的当然是对伊朗动手啊。但是呢，对伊朗动手之前的委内瑞拉，大家也说哇哦，迅雷不及掩耳。再往前推，你看到2025年，不仅仅是在他所谓美国的后花园拉美地区，甚至他动手动到非洲去了。当然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洲的一个状况好像没有那么样经常听到，但其实他在非洲动手真的是很不得了，包括像奈及利亚、索马利亚，他都是不断的，几乎这个3天一小炸。5天一大轰，差不多那个频率的哦。那所以呢，你就说了，哎呀，这川普到底在做什么？他下的这些棋，东炸一个，西炸一个，这里动手，那里不放过你哦，到底都在干什么？其实背后呢，当然不脱他所谓的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那让美国再次伟大，在川普心中有一个人阻碍了他，那个人叫中国。所以你就看到了，其实你会觉得一下这里，一下那里，然后怎么这个奈及利亚也有事，这个委内瑞拉，然后这伊朗也有事，其实背后都在剑指中国。当然你会说，这些地方各有各的原因是，但其实呢，川普做事啊，你也不得不承认他有点聪明啊，所以呢，他做事啊，下这一步棋，当然要达到除了这件事之外，还有背后其他的深意在。所以我们带你来看到，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川普对8个国家动武各有各的原因，有的说我反恐，有的说我要打击 ISIS 这样的一个恐怖组织，有的呢说你这个跟中国走太近，有的说你这个你这个对国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威胁，你再给我发展核子武器，各有各的原因。好，那我们就回到这次的事件，我们带你来看这次的事件为什么对伊朗动手，为什么是这个时候？那你就要先看看大环境是什么。其实呢，在这个美国动手之前，美国跟伊朗正在进行好几轮的核子武器的谈判。好，这个谈判一次又一次，光是在2月份那么再加上最近的一次谈不拢，然后最终川普动手谈第3次。好，那这几次的谈下来呢，美国的一贯立场就是你不准再发展核武。然后呢，你要把所有的核子设施你要自己销毁，然后你的这些浓缩铀呢交出来，交给我美国。那对于这个伊朗来讲就不愿意啊，就是不配合，我不可能，我也不喜欢，好，就是各种的不配合。好了，那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那所以呢，这个同时间，因为川普呢，他的谈判高手嘛，所以他在跟这个谈判桌上跟你谈的同时啊，他也把他的航空母舰布到了中东附近了。中东附近呢，同时间有福特号跟林肯号双航母都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看到了，在这几次谈判的过程当中，川普可以说是刀架在你脖子上跟你谈双航母都来了，而且他甚至把 F-22这样的一个这个逆踪战机，这个已经布置到了以色列去了。所以呢，等于是直接我用这个武力。你要不要跟我谈？你要不要乖乖听话？就伊朗还不听话，我都谈到第3次了，然后呢，伊朗还是不愿意。浓缩铀说，我发展这个核能发电不行啊，国际法保障我这个国家我可以发电吧？我的核子，我的浓缩铀是发电的，反正他从头到尾就这样说。但是呢，这个川普就不相信嘛，对吧？然后讲到了第3次，你还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川普已经觉得很不满意了，我都已经这个双航母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你还这么不配合，然后再加上呢，有个人这样叭叭叭叭在川普耳朵旁边跟他咬耳朵，人家说最厉害就是枕边风，不能算枕边风，
以色列纳坦雅胡就在川普的耳朵边一直跟他咬耳朵说：“哎呀，这个伊朗很坏啊！伊朗呢，它不仅仅是在发展这个核子武器啊，它还发展那个长程的弹道飞弹啊，它就快要炸到你美国本土了。就问你怕不怕？怕不怕？怕不怕？”川普这个人啊，就是听啊。可恶！所以呢，到最后你看到了，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同时也掌握了情资。伊朗呢最高领导人要开一场核心幕僚大会，所以呢刚好就有这个事不宜迟。一锅端我炸，好，所以你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机点啊，其实就是在谈判不成之后，那最终川普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动武。好，那动武呢要有一个目的的，我也不是随便乱炸，对吧？好，来看他的目的，他首先他说呢，他要瘫痪、完全摧毁伊朗的一个海军力量，因为伊朗呢，大家也知道，你看他现在不就封锁了荷姆兹海峡吗？他要瘫痪他的海军力量。再一个呢，就是纳坦雅胡888说他有那个长程弹道飞弹哦，会打到美国本土哦，好可怕，好可怕，好怕，好怕。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川普说他的目的之一呢，他是要直接呢要这个打击他飞弹的一个产业发展。再来一个呢，就是他要完全的阻止伊朗继续的发展核子武器。好，这就是他的一些这个目的了哦。那当然呢，最终你也听到川普讲了，他说我就是要推翻他的一个神权这个政府，然后他说这个政府独裁政府，这个欺负伊朗的人民，我代替月亮惩罚你，所以我推翻他，然后接下来就要交给伊朗人民，你们自己选出一个民主政府哈。这个就是你知道美国总是这样子哦，喜欢这个大家都用这个美国的那一套。那全世界都要听他的，都要用他的那一套。好，所以你看到这是美国为什么在此时此刻选择动手的一个时机点哦，谈不成，然后刚好有这个时机点，你们要这个聚在一起，那我就刚好直接把你全部通通都斩首。好，那当然呢，大家会问，那下一个是什么？1月份你看到委内瑞拉，看到马杜罗被抓，然后2月份你看到了这个哈米尼直接呢就被斩首，开个会，然后命就一命呜呼。好，然后大家说下一个会是哪里？有人说很可能是古巴。那古巴呢，其实你会觉得那个客观条件看起来，蛮像是川普要动手。首先你看到古巴共产党政府嘛，对不对？就跟川普唱反调，然后跟中国走很近，哎呀，这个不可以。好，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这个古巴呢，现在啊，这个里头是乱成一团，因为被美国长期的封锁它的一个燃料拿不到油，拿不到油呢，会造成非常多的一个惨况。比如说呢，这个你看到这个过去它的油啊，委内瑞拉还可以支援它一点，但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抓了嘛，现在也没办法。那于是没有油怎么办呢？没有油，好，首先没有油，你这个货车就没办法嘛，你没有油，我不加油，我车怎么开啊？我车不能开，我食物粮食怎么运送？所以它就马上造成它食物的一个这个无法运送。好，然后再来，没有油，我就没有电，没有电，我的这个发电厂。这个抽水站无法运作，一来我就没有电，再来呢，我这个抽水站无法运作，我没有水，所以现在呢，看到古巴的缺电又缺水又缺粮食又缺药品，所以他们民不聊生啊。那民不聊生呢，这个中国就这个支援他粮食，人道救援。美国也说我也可以人道救援你啊。然后但是啊，这个古巴呢，它一天需要的一个石油呢是2万桶。然后呢，这个他的人道救援是我就送给你150桶，羞辱人家。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美国说，我也可以友善接管你，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政府这个做不下去的话，我可以交给我。好，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很可能下一个是古巴。我们来看古巴怎么跟这个川普谈判嘛，对吧？好，那继续我们往下看，看到了现在呢，大家说这个全球一盘棋，最后背后它剑指中国。那我们就来看看荷姆兹海峡到目前为止是被伊朗的一个这个革命卫队给封锁的。好，那封锁了之后呢，有人讲哇，可能中国跳起来，因为呢，这个荷姆兹海峡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全世界能源运输运油的一个很重要的枢纽，很多中东国家运油往外运都要通过这个地方。好，现在封锁。好，那封锁了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了。这个当然中国就拿不到那么多的油嘛，是没错。但现在又有一说，荷姆兹海峡封锁归封锁，是伊朗封锁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的油轮还是可以往外。
但是呢，一些其他国家的邮轮呢，就受困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继续的运油了哦。好，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油没有办法运出来，那大家直接联想就是油价开始往上走，而且呢，这个邮轮的一个运价呢，现在也是不断的往上狂飙中啊。过去呢，这种超大型邮轮一天的一个日租金大约呢是10万美元、12万美元左右，但最新的一个报价已经飙到了20多万、30万的一个美元。一天的一个日租金，所以呢，你说这些运费它会垫高整个油价的，那对于到终端我们的一般消费者来讲，这个就是通膨最早的原因了，对吧？所以呢，会导致通膨吗？油价会持续涨吗？我们来看啊，这很多的 OPEC 组织啊，这个见猎欣喜，对不对？油价，哎呀，涨了，太好了，我赶快来增产啊！好，我们看到了这个现在这个油价会不会继续往上涨？你要观察一个就是荷姆斯海峡是不是持续被封锁，再来一个就看油国组织要不要增产。现在他们已经说好他们要增产，那你说，哎，那如果增产的话，那油价应该不会这个一路往上狂飙。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产油国，那他手上还有很多的战略的一个储存嘛。如果呢，他把这些战略的储油通通释放到市场，油价也是会被压下来的，那就看他要不要做。但美国说，我干嘛要，对不对？你油价往上涨，我干嘛要？所以呢，大家会说了，目前综合看的一个状况底下油国要增产了，然后呢，这个油价应该是会开始慢慢的往上升温，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不至于要一路的狂飙，引发很可怕的通膨，不会这样。但是呢，如果说对我们一般其他国家的一个消费者来讲，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这个油价上涨的影响的话，那到底影响谁？影响中国，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要跟大家分析的。好，这次我们看到了，其实你去看川普一连串的动作，背后呢都有他要牵制中国的那个意味在。好，这一次呢，我们要把跟上一次委内瑞拉连在一起看。你看到这一次伊朗呢，被打了，好，被打了，直接影响到你这个国家都这个领导人都再见了，那你怎么继续的往外运油，对吧？双航母还在中东那个地方呢。好，那直接影响的就是伊朗往外卖油的一个顺畅度。伊朗呢，其实你说他没有办法往外卖油，他不是被制裁吗？他卖给中国啊，伊朗呢大概有90%的原油都是卖给中国，一天呢大概呢是卖给中国200万桶这样的一个这个原油的一个量哦。好了，不仅卖给中国，他还用便宜的价格卖给中国。另外，我们时间往前看，委内瑞拉它的油一样是卖给中国，一天大概可以卖60万桶的油卖给中国，一样是折价卖。也就是呢，光这2个国家一天呢，大概会有260万桶的油是到中国去的。好，那这些便宜的油呢，对中国来讲当然是大进补啊。如果用市价去买的话，那当然比较贵嘛，那我跟你买的话，哎呀，我用便宜的价格来跟你买，甚至呢，你看他们愿意跟中国用人民币来买，而不是用美元交割，甚至有一些呢，中国用东西给你，然后你油给我，我们用交换的以物易物的方式啊，所以对中国来讲呢，何乐而不为？这也是它的一个人民币人民币石油很重要的一环嘛，对吧？他希望他的人民币可以用在石油的交割，可以在这个国际间有更多的地方可以用人民币直接交割，我们就跳过那个美元的系统嘛。所以呢，其实这些国家啊，它被这个排除在整个世界的贸易体系之外，反倒呢对中国来讲，就是它可以利用去扩散它人民币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但是呢，现在你看到美国动作，我先端了委内瑞拉，然后我现在动了伊朗。这都让中国拿不到便宜的油的来源，我也让这些愿意用人民币跟你交割原油的国家没有办法继续做。所以呢，他们说了，这其实呢，川普的一个盘算就是，我要重塑石油美元，我要让中国不能够再用人民币去在原油市场当中去扩增它的影响力。然后你如果拿不到这个委内瑞拉油，拿不到伊朗的油的话，那如果中国你还需要油，你要跟谁买？
美国现在是最大的产油国。你如果要跟美国买油，你要不要用美元买？你如果要在世界上用其他的国家去跟他买油，你要不要用美元买？这就是川普的盘算，他要让持有美元的一个话语权重新的回到这个世界上站得稳稳稳。好，那除此之外呢，你看到近来中国呢，他们也发布了一篇这个报告，他说其实呢，美国还偷偷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呢，他要把虚拟货币的一个话语权也要建立起来。过去的一个时代，你看到这个区块链，看到虚拟货币，然后比特币，最早，你看这个挖矿的不都在中国吗？然后呢，中国对于这个比特币呢，当然明面上我是禁止，但私底下蓬勃发展啊。但是呢，这个过去呢是这些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这种违法不 OK。但你突然觉得情势逆转哦，现在的一个美国，透过它的技术实力，透过它的法规的规范，然后通过它的一些政府的一些法令，现在似乎的美国也要在虚拟的资产的市场当中建立它的美元霸权2.0哦。你看到了近来美国呢，他说我去抓那个柬埔寨最大的一个这个电子诈骗集团，然后呢背后是这个中国人嘛，对不对？创办人这个陈志，然后呢抓这个太子集团，然后还没收了人家的一个这个比特币。好，那当然呢，中国的角度觉得你黑吃黑，然后呢你看到这个美国去办那个币安这个交易平台，然后这个创办人呢赵长鹏一样被抓起来，然后一样是罚他一堆钱哦。当然。这两个包括太子集团诈骗一定是我们绝对违法，然后你说这个币安这样的一个交易平台，当然他们一定有它违法的地方，但你要观察的是美国怎么在动这两个，怎么在解决这样所谓的违法问题哦？你解决违法问题很简单，我就抓起来关嘛，对吧？没有，中保司呢，美国呢透过他去解决这些所谓的违法事件当中，他在建立他自己在虚拟的资产当中的影响力，因为他就没收了你这么多比特币嘛，这个是这个陈志嘛，太子集团。然后另外呢，你看到这个币安一样的，他就说了，我这个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呢，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就建立起他的一个法规。未来你看稳定币，他就说了，那你要这个虚拟资产，那你这个稳定币你就要拥有一定程度的美国的国债吗？那这是什么意思？我把美元捆绑进去了嘛。所以呢，未来在虚拟货币，过去呢你会觉得哇，中国发展的跑得比较前面，但是现在呢，你看到透过这一次一次，在很多虚拟货币都还在灰色地带，法令没有规范的那么样严谨的时候呢，现在你看到美国透过我就立法，我就用这样的规则，我要求你稳定币要绑美元，要求你这样那样，他又把那个话语权给要回来了。所以你看到了默默的，美国呢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事情，背后呢都是在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建立他自己的一个威权，继续延续的一个道路哦。那当然，美国跟中国即将在3月底4月份，你会看到川普要到中国去拜访，然后呢，到时候中美会有一个这个盛大的谈判，谈什么呢？在伊朗情势之后啊，谈什么现在都要重新考量，然后再加上现在的一个国际情势，你看到美国又开始出招了，累计他的谈判筹码。他说：“哎呀，我考虑我要调查，我给这个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我要不要继续啊？”这都是到时候3月底4月初谈判之前，现在先放话。先累积谈判筹码，到时候怎么谈呢？我们可以好好继续观察。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一个新闻事件，希望你喜欢，我们下回见，拜拜。